不堪忍受乌军持续袭击，俄军将在克里米亚首次部署 S-500防空系统。英国媒体爆料，乌军将再度发动摧毁刻池大桥行动，此战将决定克里米亚的命运。俄乌激战正酣，俄战舰携重器集结古巴，意欲何为？以色列公布最新型空射弹道导弹，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也无法对其进行拦截。精彩资讯即将开始。面对乌军针对克里米亚发动的持续袭击，俄罗斯早已有心无力。尤其是在 S-300、S-400 接连被摧毁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祭出大杀器了。6月13日，乌克兰情报部门确认，俄军已经在克里米亚部署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S-500，以此来应对乌军利用陆军战术导弹发动的袭击，同时也是俄军首次在克里米亚部署该系统。从侧面证明，乌军为克里米亚带来了极大威胁。因为按照俄罗斯方面的宣传 ，S-400 防空系统可是非常先进的，可以拦截中程弹道导弹。在面对乌军装备的美制陆军战术导弹时，即便不能保证100%的拦截，但自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S-400 不断被陆军战术导弹摧毁， S-400 甚至还曾出现发射多枚拦截弹却无一枚命中的情况出现。从今年4月17日开始，乌军就利用各种武器摧毁了10套 S-300、S-400 防空系统。在最新的一次袭击中，也就是6月12日，乌军又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别尔别克空军基地摧毁了一艘 S-300与一套 S-400 防空系统。在大量现场照片与卫星武器面前，即便是那些特别推崇俄制武器的频道，也开始对 S-400的真实性能感到非常大的怀疑，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这些袭击被乌军称为清空行动，目标正是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系统与雷达站。这个行动名称听起来很像为 F-16战场参战做准备。在这几次针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中，乌军几乎每次都能得手，并获得非常不错的战果，得益于北约援助的先进远程导弹。除此之外，也离不开北约提供的情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了保护克里米亚，只能启动更为先进的防空系统。而 S-500 作为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此前一直部署在本土，保护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等重要城市，主要用来防御北约核打击的防御工作，并承担整个莫斯科周边反导防御工作。S-500 也被称为俄罗斯最后的盾牌。按照俄罗斯官方说法， S-500 防空系统的性能远超 S-400 防空系统，可以对800公里范围内目标实施探测，并能在600公里处实施拦截。同时 S-500 还拥有对隐身目标的探测与攻击能力，具备拦截远程弹道导弹与反卫星的能力。然而事实上，俄罗斯虽然在2021年就已经列装首批 S-500， 但直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S-500 才正式进入量产。考虑到俄制武器在宣传性能与实际方面的一贯差距，再加上 S-400 在战场上的表现堪忧，火力军对于 S-500 的真实性能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你们觉得呢？与此同时，英国媒体再次爆料，表示乌克兰一直没有放弃摧毁刻池大桥的想法，并计划在1个月内完全摧毁这座大桥。随着俄乌局势的不断发展，刻池大桥的战略地位也在不断增强。这座大桥不仅是连接克里米亚与俄本土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克里米亚地区物资补给的核心所在。如今，这座大桥再度成为乌军目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乌军出动无人艇、无人机、导弹以及炸弹，对刻池大桥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打击。然而每次都遭到俄军防空部队与舰队的反击，使得乌军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尽管如此，乌军的进攻频率与强度却在不断增加。近期，
英国媒体披露了乌军针对刻赤大桥的详细作战计划。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乌克兰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中旬之前摧毁刻赤大桥，以此来削弱克里米亚的军事和经济支撑。而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透露，乌克兰原本计划在5月初对刻赤大桥发动袭击。针对这项行为，外界认为乌军想要实现目标需要巨大的炸药量与精确打击能力，这就意味着乌克兰需要选择一个最佳时机，集中力量发动致命一击。一旦成功，克里米亚的军事和经济都将遭到巨大打击。到了那个时候，俄军距离撤退克里米亚也就不远了，你们觉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舰艇防卫古巴的最新消息。在俄乌激战正酣的当下，俄战舰携重器集结古巴，究竟想要干什么？6月12日，俄海军舰艇戈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与喀山号攻击核潜艇正式抵达古巴，预计将在此地停留6天。俄罗斯海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莫伊谢耶夫表示，停靠古巴港口只是本次舰队远航的任务之一。此前，俄军舰艇就曾造访古巴，但派出可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舰艇前往，还是第一次。在本次访问的舰队中，戈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与喀什号攻击核潜艇都可以携带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其中戈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曾承担锆石导弹的首次舰载试射任务，同时也是俄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舰艇。至于喀山号核潜艇，拥有极佳的静音性能，潜射型锆石导弹正是其主力武器，有效射程达到1000公里，飞行速度最高可以达到9马赫。在美国海域附近进行演习，其中的威胁不言而喻。显然，俄罗斯是想对美国施压的。火力军猜测，应该是关于俄乌战场的控制权。近段时间以来，乌军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对俄军防空系统发动了持续不断的袭击，并且还获得了不小的战果。在乌军行动的背后，没有美国的参与，估计没有人信，因为美国已经开放了乌军使用美制武器的要求。而在乌军的袭击下，俄军防空网络遭到严重削弱，对此火力军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在美国放开武器限制之前，俄军防空力量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于是俄军便将部分 S-300 防空导弹用于哈尔科夫方向的对地打击任务，以此来弥补地面火力不足。其中3月份61次，4月份36次打击，5月份19次打击。但从6月份开始，俄军将 S-300 防空导弹用于对地攻击的情况已经基本消失，仅进行了1次打击。火力军猜测，一方面是因为部分防空火力已经被乌军越境打击摧毁，另一方面，俄军为了避免损失扩大，选择将部分防空火力后撤，因为 S-300 防空导弹的射程为300公里，而乌军装备的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同样也是300公里。其次就是苏57遇袭事件了。在正常人眼中，部署隐身战机的军事基地，防空火力必须密集，一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但苏57还是遭遇了袭击，这就说明俄军防空网络已经出现了不小的问题。为了继续拥有制空权，俄空天军只能增加战机升空的次数。但北约不断强化乌军防空，在上周，美国还为乌克兰提供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也为俄军战机造成了巨大压力。北约帮助乌军夺取制空权的思路非常清晰，先利用地面远程火力破坏俄军防空网络，然后再利用防空火力消耗空天军的战机，有种为 F-16进入战场做准备的意思。此前，乌空军司令部航空兵负责人谢尔盖·霍罗布佐夫准将表示，为了避免盟友提供的 F-16战机成为俄军袭击目标，乌军计划将部分 F-16战机部署在境外或盟友的空军基地。例如，乌军飞行员主要训练地点的 Fetest 空军基地位于罗马尼亚境内，目前乌军已经开始测试该基地往返敖德萨的航线。显然，乌军近期行动与北约各国策略可能都是在为 F-16夺取制空权做充足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俄军也只能通过派遣队前往古巴，向美国表达不满情绪。包括近期一直在进行的非战略核武器演习，都是俄罗斯对北约各国的口头威胁。但很明显的是，北约各国并不吃这一套，
依旧通过各种努力来武装乌克兰前线作战部队。你们觉得俄罗斯此次派遣舰队前往古巴还有什么样的目的？以上就是关于俄乌战场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放在中东战场。根据以色列 IAI 公司的最新消息，以色列空军将装备一款空射型弹道导弹。IAI 表示，这款导弹足以对抗全球最先进的防空系统。LoRa 弹道导弹由以色列 IAI 公司研发，最初是一款陆基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后发展成为 Air LoRa 空射型弹道导弹。外形上与原型 LoRa 非常相近，在 IAI 官方的描述中， Air LoRa 是一款深防区外空地导弹，主要用来打击坚固战略目标。主要特点包括高超音速飞行与发射后不管，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使用，最大射程130公里。在导弹发射之前，空中平台可以在飞行状态下接收目标信息，能够对突然出现的目标做出反应，命中精度可以达10米。在发射平台选择上， Aurora 既可以在 F-16、F-15 战机上使用，同时也可以在机上发射。目前火力军尚不清楚 Aurora 的具体性能，不过可以从陆基 LoRa 导弹上进行推测。陆基版本的 LoRa 导弹长5米，战斗部重量为590公斤，可以选择高爆战斗部与极速战斗部。在2020年的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就曾使用陆基 LoRa 打击亚美尼亚目标。除了陆基版本以外， LoRa 还拥有舰载版本，拥有集装箱发射能力，可以安装在货船上隐蔽发射。IAI 表示，以色列之所以会发展这款武器，主要是因为地面防空系统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空射弹道导弹可以让飞机在远离敌方目标的地点发射。同时 IAI 表示， Aurora 空射导弹的出现是因为以色列对更高打击精度的要求，可以有效降低附带损伤并确保使用更少的弹药，有效打击目标。根据相关报道，6月4日，欧洲先进的导弹系统开发商 MBDA 和罗马尼亚著名的 IAR Bristol 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的具体内容是将 Mater-1R 反舰导弹集成到罗马尼亚海军的空客 H-215M 直升机上，从而达到增强罗马尼亚海上作战力量。Mater-1R 反舰导弹和空客 H-215M 直升机整合将会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这一项措施能够大幅提高罗马尼亚海军的作战能力。据悉 H-215M 是一个坚固的多功能平台，它与 Mater-1R 导弹的远程精确和适应性相结合，能够为舰队提供强大的海上防御。这种集成不仅增强了机动性，还能够做到对水面威胁快速响应，保证舰队在沿海和公海环境中的作战效率，从而达到全面的防御策略。空客 H-215M 属于多用途双引擎直升机，它以在各种场景中的可靠性闻名，因此它能够执行的任务范围也更为广泛，主要包括搜索和救援、医疗后送和部队运输，非常适合海上作战。H-215M 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通信系统，让它和现代武器集成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天衣无缝，而它坚固的机身允许它在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作战。Mater-1R 导弹的加入将进一步增强直升机的多功能性，将它转变为强大的反舰平台。Mater-1R 导弹在它这个系列中属于最新的一代，各种现代化的设计保障它能够在所有天气条件下运行，能够在超过100公里的距离有效地进行目标交战，能够设计自动和手动的航路点，齐射、发射和陆地目标交战，是一种多功能的导弹。这个合同标志着 MBDA 与罗马尼亚武装部队之间达成了一个良好合作的开端。MBDA 欧洲副总裁表示，作为欧洲最先进武器的领导者， MBDA 将致力于欧洲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欧洲面临的挑战。根据相关报道，6月4日，以色列国防部驻美代表和美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将从美国采购25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战斗机，成立以色列第3支 F-35战机中队。这次采购协议金额达30亿美元。
根据以色列国防发布的声明，这次采购所用款项全部来自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同时 ，F-35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商普拉特惠特尼公司承诺，允许以色列国防工业企业参与其中。这批飞机相关零部件的生产。截止到目前，以色列已经拥有了2支中队，共计有39架 F-35战机。根据美以此前签订的50架 F-35战机采购协议，还有11架战机尚未完成交付。这次有签署新的采购协议，将使得以色列所拥有的 F-35战机数量增加到75架。预计相关的制造商将在2028年向以色列交付首批 F-35战机，以后每年交付3到5架。根据相关消息，近日2024国际航空航天展在柏林举行。展会上，美国海军展示了他们开发的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P-8 波塞冬的出现是为了取代老化的 P-3 猎户座，它主要被用于反潜战、反水面战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也能够进行搜索和救援行动。这款飞机的研制是基于波音 737-800ERX， 让它确保了商用客机的通用性。所以在它的运营和维护方面具有很强的后勤和经济优势。除此之外， P-8 波塞冬拥有先进的传感器和武器，其中包括先进的 APY-10 雷达系统，带有无源和多静态声纳浮动的声学传感器系统，光电红外摄影机和电子支持措施。它的武器可用打击水下目标的鱼雷和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P-8 波塞冬的首飞是在2009年，2013年的时候，它达到了初始运营能力，此后就被全球多个国家的海军使用，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挪威和新西兰。后来，加拿大也加入这一行列，用 P-8 波塞冬来加强海上监视和防御能力。根据参考消息网报道，6月5日，立陶宛军方表示，北约组织的波罗的海行动2024演习在波罗的海拉开帷幕。报道中称，这次演习的组织方是美国海军的第6舰队，参与这次演习的是来自20个北约成员国的9000多名军人，有大量的装备参与了本次演习，其中包括50多艘舰船、80余架飞机。立陶宛军方称，波罗的海军演将是规模最大的军演，在这次演习中，瑞典将首次以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参演。根据相关报道，6月4日，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宣布和韩华防务澳大利亚公司建立合作，将先进的 MK44S 集成到韩华红背步兵战车上，用来增强澳大利亚陆军的能力。这次的合作是 Land 400第3阶段计划的一部分，包括生产129门 MK44S 链炮，计划将在2026年完成首批交付。MK44S 链炮和格鲁曼公司开发弹药套件，因为两者拥有很好的互操作性而闻名。这种套件包括可编程空爆弹药以及其他类型，例如穿甲弹和近距离引信弹药。这让澳大利亚机组人员能够通过实时选择最有效的弹药来应对各种地面和空中威胁。MK44S 链炮能够使用来自各种供应商的弹药，包括近距离引信弹这类先进弹药。每门加农炮都配备了一个可用于编程子弹的引信设置器，包括可编程空包弹和近距离引信弹。红背步兵车还配备了一挺 7.62 毫米同轴机枪、电光系统的远程武器站，可以配备一系列武器，包括一挺 7.62 毫米机枪、一挺.50口径机枪和自动榴弹发射器。格鲁曼公司链炮总监强调了这些自动加农炮的全球可靠性。随后他补充道，格鲁曼公司和韩华领导红背团队合作，致力于为澳大利亚陆军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口径武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俄军会在克里米亚部署多少套 S-500？ 在乌军不断发动袭击的当下，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撤离克里米亚？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